2017年，北美的一家赌场被黑客通过大厅鱼缸里的一只温度计窃取了大量赌场信息和无数 VIP 富豪的个人数据，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听起来很像电影里的情节，但它真实的暴露了很多公司网络里都存在的致命漏洞。这也是今天咱们要聊的 VLAN。VLAN 全称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虚拟局域网，是一个将物理本地网络在逻辑上划分成多个广播域的通讯技术。这么说可能有点懵啊，咱们画个图你就明白了。假设你开了一家公司，公司里面有3台电脑、1台打印机、1个摄像头、1台服务器，还有1台路由器作为连接外网的桥梁。这最简单的连接方式呢，是把所有设备都连接到路由器上面，靠路由器和运营商沟通拿到网络。这个逻辑是对的，但问题在于路由器没有那么多接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台 switch， 也就是交换机，把所有设备连接到交换机，再用交换机连接路由器。这样一来呢，接口的问题解决了，但同时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隐患。交换机工作在网络模型的第2层，也就是数据链路层。这一层的设备通讯靠 MAC 地址转发数据。换句话说，几台设备不需要经过路由器的防火墙，彼此之间就能直接通讯。再换句话说，这几台设备只要连接其中1台，就等于连上了整个网络。如果这种结构出现在企业网络里，那绝对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比如说黑客远程控制了打印机，那它其实可以一路畅通的摸到服务器中的数据。避免这种情况需要防火墙的介入。防火墙和路由器同属于网络模型的第3层，所以也就是说，数据如果能经过路由器，那就可以用防火墙来改写规则，就能更进一步的避免黑客横向网络攻击。所以这个时候呢 VLAN 就登场了。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定义。VLAN 是一个将物理本地网络在逻辑上划分成多个广播域的通讯技术。现在你能看到的所有这些都是你的物理本地网络。我们可以在交换机上把这几类设备划进不同的区域，3台电脑一个区域，打印机和摄像头一个区域，服务器自己单独一个区域。这样一来呢，它们虽然物理上还是连接在同一台交换机，但逻辑上每个 VLAN 都形成了一条独立的通道。这样设置之后，交换机中不同的 VLAN 区域是分隔开的，中间隔着一堵墙，让它们不再能直接沟通。这其实相当于是每个区域都单独配一台交换机去直接连路由器。但企业级的交换机可不便宜，每个区域单独买一套，单独走线，硬件成本和复杂程度会随着区域数量一起往上涨，这笔开销属实没必要。所以我们才使用了 VLAN 在同一台交换机上实现同样的隔离效果。设置好以后，不同 VLAN 之间需要通过路由器才能互相交流。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路由器上的防火墙规则可以审查所有跨区域流量。有了防火墙管理流量，可以做到权限分明，才能真正的达到安全的目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我的 GitHub 链接，里面有更详细的专业知识讲解。咱们说回一开始提到那家赌场，黑客入侵系统靠的是找到漏洞，但这事儿不会有说明指南教你怎么找，去哪儿找，你只能一点点的去自己摸索。这名黑客在寻找的过程中，就盯上了大厅中央鱼缸里的一只智能恒温器。这种小型设备虽然功能有限，只负责控制水温水质，但关键在于它是连接网络的，而且是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小设备。在它成功连接这个设备之后，它就等于踏进了赌场内网的一部分。回忆一下咱们刚才讲的 VLAN， 如果划分区域的时候没把这个小恒温器算进去，那它就会变成一块跳板，让黑客在赌场内网里面横向移动，一路摸到服务器里的数据。一旦进入了数据库，所有有价值的数据，比如说富豪名单、对应的银行账户信息等等，就全都摆在你面前了。最后，黑客打包了10GB 的敏感数据。这10GB 什么概念啊？你现在用电脑试着创建一个文件夹，把自己的信息输入保存，可能连10KB 都不到。泄露10GB 的数据，你得可想而知多少信息。这些数据从服务器一路回传到恒温器，最终被发往一台位于芬兰的远程服务器。披露这起事件的网络安全公司提到，传输用的协议平时是给音视频用的，这也是为什么10GB 的流量很难被发现的原因。不过这个问题涉及了流量基线这个话题，如果有朋友感兴趣，咱们可以之后再细聊这件事儿，也很有意思。网络上对于黑客的手法细节和赌场网络环境没有太多披露，这完全能理解，咱们就全当聊天自己分析。
但我相信呢，这么大的赌场，而且跟钱沾边的这种行业，网络安全肯定不会太差。所以我猜他们多半是做了 VLAN 分区的，只不过就是把恒温器这个小设备给漏掉了。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交换机有默认区域，在不设置 VLAN 的情况下，其实所有设备都会出现在默认的 VLAN 1里面。也就是说，这台恒温器如果被漏掉了，那它其实出现的区域是 VLAN 1。那现在问题就来了，VLAN 1和服务器所在的 VLAN 依旧不在同一个区域，那它俩其实不也是靠路由器和防火墙才能沟通吗？确实是这样，它们之间需要经过防火墙，但防火墙也需要被正确配置才可以。拿防火墙这边来说，路由器上面压根儿没有针对恒温器所在那个默认 VLAN 配置任何的 ACL，既没把它列入允许的名单，也没人去拒绝它。这个接口完全是不受限制的，没有任何的过滤规则。这种情况下，路由器的默认动作就是直接转发，毕竟它的本质工作就是转发数据，在没有任何的额外限制情况下，它就会一路放行。所以这也是赌场另一个漏洞所在。如果真的配置好了 ACL，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黑客就算拿到了恒温器这类 IoT 设备，也只能被困在这个被隔离的小区域里打转，摸不到数据库。所以这也就是 VLAN 分段的真正价值，不是让攻击者进不来，而是即使攻击者进来之后，也会被困在单独的牢房里走不远。交换机上面的 VLAN 配置对管理员来说呢，其实是很基础的安全配置，也不难懂，一张图就能讲明白。如果你愿意去看看我的 GitHub，你就会发现配置起来也很简单。但现实中恰恰这种基础简单的配置才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且就网络安全来说，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没有漏洞的网络环境，但只有防线被攻破之后，才能暴露漏洞的位置。管理员能做的事儿就是尽量考虑周全，这也是网络攻防训练的意义所在。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意思，欢迎点赞订阅。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呢，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没准你的疑惑就会变成咱们下一期聊天的主题。好了，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